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曾经呢被视为是一个先进国家典范、中产阶级社会的日本，现在说有900万日本人是坠入底层社会经济的一个地狱，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曾经非常自豪，他可以说是1亿总中流社会，可以说已经崩裂了吗？特别是要看到这个，包括了这一些少数的人，他们可以稳定的在社会当中上升，但是有非常多的人是永远翻不了身的。特别我们就是要用实际的数据来做一个佐证。2025年，日本的劳动人口数正式突破了7000万人的大关，但是要特别看到的是，来自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他是这样评估的：虽然说劳动人口有7000万人，但是日本现在出现了规模超过900万人的一个底层阶级。这些底层阶级不是失业者，也不是游民，他们其实每天非常努力的上班，拼命的工作，但是被视为是穷忙翻不了身。底层阶级他们的平均收入在日本，我们把它直接换算成新台币，大约是44万元，相当于216万日元。他们的年收入其实不到这些正式员工，也就是新台币年收入99万元的一半。在非典型雇用者，现在更是被统计在日本的劳动市场上高达了有30%的人口。到底怎么回事？日本现在有超过900万的底层阶级，很难翻身吗？在日本这种高物价的社会，他们的生活会不会非常的艰困？任老师怎么解读？这个是这样子哈，我必须强调这个。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一点难过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的难过的主要原因是，这不单纯是讲日本啊，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亚洲的国家的话呢，那么可以分成2类啊。那日本的话呢，刚好是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哈。分成2类，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大陆跟日本之间呢，我们都会知道，这个其实讲起来跟我所学的专业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的国家的制度啊，要不要适当的干预啊？那日本的制度的话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比较直接的资本主义式的。那大陆是走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啊。今天我们不谈这个社会主义，我们讲到日本，当然也可以联想到台湾了。其实情况也非常类似。我觉得日本里面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下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日本一直是迷恋于过去啊。我觉得日本的国家的话呢，他们是昨天永远比今天好了。就2次大战以来，昨天永远比今天好。那么明天的话呢，就很严重的不如今天了。所以日本的话呢，是在走下坡。大家原来讲的时候，这个失落的30年的话呢，这种情况是最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它那个基数比较高啊。它原来发展，因为像日本的话呢，基本上它的收入的话还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都很喜欢去日本玩。就是说，亚洲唯一真正的我们心中认定的一个发达国家就是日本嘛，哈。所以说日本的话呢，它要在维持这种情况是不容易的。然后第2点的话呢，日本的原来的这个工作的制度啊，哈，那像现在900万人列入的这个对这个数字听了简直触目惊心。就是日本原来的话呢，有名的是它的工作的制度，就是说。我自己的，在我这个年龄之前，比我大7、8岁的人，他们很羡慕日本的制度，就是不管是私立公司或是公立公司，他们一旦进入公司，就是永远在里面公司工作，而且那个附着力非常强，而且会觉得认定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好，公司会给你待遇什么的，那么去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但是日本的这种高速发展是一个假想的一个结果。结果日本的话呢，我就必须坦白讲，日本的公司当中做假的然后这个家电事业的结束。然后还有这个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没有办法因应，甚至于最严重的就是说，日本到现在，因为我们原来在嘲笑啊，就是说日本的那个到现在都不用 Internet， 还是用传真机什么的，居然是真的，你知道吗？日本的保守就是大家缺乏创新的意义，所以呢，我们现在整个收入的结果哈，我就从大的角度来讲不是说这个日本人这个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但是呢，就是说相较于亚洲4小龙在发达的过程当中，日本显现见的是创造力不足。还有第3个真正的因素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大陆的生产业的崛起那么是使得日本现在的话呢，产业当中，现在大家我成长的时候都是以看索尼电视、听索尼的录音机就没有不是日本的照相机。现在除了照相机，大概日本货还多一点以外，其他都没有了。它到哪去了？通通被大陆的产业取代了。那这个取业的话呢，那个大陆生产的东西有个很麻烦的地点什么呢？
这个麻烦点就是通通是白菜价，你现在的话呢，搞一套。现在我们自己做自媒体的时候，那个 Poke3什么的就是我讲说，我想带个 Poke3回去，好，我帮你弄一个就是通通都非常方便嘛，就尤其你到了深圳去买的时候，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在这种竞争的压力下，还有日本的这个制度当中的话，让大家自生自灭的情况下，以及再加上原有的制度的福利条件这么好，三者加在一起的话呢，有很多人就没办法达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最惨的是年轻人了，台湾的情况下也差不多台湾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原来生活水准不怎么样嘛，所以现在弄到这种情况，大家觉得说维持现状挺好的。但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日本现在明显要面对于这个生活水准要倒退，而且大陆现在从2026年开始，也就今年的开始，一定要搞死日本，所以日本的工业生产的话呢，缺料然后缺工，然后的话它这个缺资本，所以这些问题都陆陆续续会爆发的。好，那干哥又怎么看900万的所谓的底层阶级你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2011年，也就是说距离现在15年前，中国取代了日本。那2011年跟日本的那个经济泡沫化，1990年已经相差20年，日本还是能够维持第2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11年以后，日本就走下坡，不断的走下坡。刚才岳老师讲的很对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科技的大国吗？但你知道日本的，就说他在中层以下的国民，当时他们有一句话，在1970年代的时候，叫做1亿中流层。日本总共的人口不过是1亿2千万，但是他们说1亿中流层什么意思？我们这1亿人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中产阶级，不会有贫穷者，但是有少数的富人，所以它是他们很骄傲的地方。现在日本国民他们会讲，那个1亿中流层早就不见了，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900万的这个说属于底层阶级。我告诉各位，这900万的叫做什么？你知道？叫做永不翻身族。你永远不能翻身，你也没有办法，除非你去加入诈骗集团，好不好？不然你永远没办法翻身。你不会因为你的工作表现特别出色，或者是你特别这个头脑聪明，像岳老师这样子，头脑非常聪明，然后你才有这个机会被老板赏识。没有，为什么？因为永远不加薪。日本70%企业现在不加薪，然后所以说他们一个调查，他找到很多故事。他说，现在日本人的得糖尿病平均的年龄已经低于40岁以下。有个外送员，他怎么得的？他早上要接一份工，晚上要接一份工，然后呢，他一有时间，他就只能够用吃来慰劳自己。吃什么？吃盖饭，吃那个拉面，再不行就吃泡面。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劳工的明显的生活。他怎么努力，他都上不去。而且日本的企业，就刚刚像岳老师这样讲的，他们是很刻板的去研判你。因为以前都是你进了这个公司成为正式员工，你永远不会出去的，向心力很强。但是现在有70%的企业都不用正式员工，而用派遣工。你这听起来好像跟台湾一模一样。对，台湾现在也是这样，用的都是派遣工。为什么？这样我就不用付退休金了。不是这样吗？这是未来的趋势。然后因为 AI 跟机器人之后，将来像日本、像台湾这样的环境只会越来越糟糕，对不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日本人离婚之后苦的是什么？苦的是妇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能力，他们在社会上相对弱势。这个2个社会的比较，你会发现台湾还是比较自由，日本反而怎么样？反而不自由，因为日本传统看待女性就是怎么讲？就是比男性要低的一阶，所以单亲妈妈很难带小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谋生路，所以大家就晓得说，日本这种就是说已经是低层阶级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在短暂的这个经济态势没有改变之前，他们也承认我们需要观光客，如果没有观光客的话，日本就会成为下流民族。所谓下流，不是真的下流，成为潮流的底下的民族，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好，
确实，如这个干哥帮我们看到，那日本其实现在针对于单亲妈妈他们的受雇比例，现在最新出炉是非正规就业比例高达40%。现在担心说很多的妇女，也许他们是单亲妈妈，需要花时间在全天工作，无法陪伴孩子，会导致教育落差。那贫穷会不会世袭？等一下请聂老师看。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是先进国家当中贫穷率最高的。2018年统计说它的贫穷率是15.7%。聂老师怎么看？这个刚好是我本人在日本有公司，那我有请人，那日本人再来要薪水的时候，他们不敢要高，台湾的小孩光我学院毕业都还敢，我们还会告诉他，你先提高一点，他可能不给你那么高，但他喜欢你，他还是会要你哈。但是我讲日本人为什么不敢要，真的有问题了。我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底层阶级。说不好听一点，他们不是没工作，是他们拿不到高薪，也就是其实在金融海啸之后，台湾也发生过叫 working poor。穷忙族拿到薪水，2008年没有工作，N9N 有工作了。当时我们定了一个最低薪资嘛，这个一般是22000嘛，硕士28000嘛，大家就以这个为标准了，要不然你就不要做。所以日本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非常清楚。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我这个在日本算是因为常常去，我从2006年到长崎大学 Nagasaki 呢做他们的主要的这个贵宾主讲者，每一年开研讨会。那当我那时候当系主任一直希望跟我们学校合作。那我去了以后，因为要找会讲中文的人跟我去招待我到这个拿萨奇，结果呢都是大连啊、长春一些女孩子讲中文。他们说他们到了日本，发现他们的教科书里面那是20年前，2006年。我连续几年发现越来越严重，说他们现在整个翻转他们的教育，就是他们过去我们讲中华文化的8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们只强调忠，在军国时代就是忠以及真，打胜仗一定要胜。当时在军事思想，每一个人都很中心，所以当时的我要讲一个 timeline， 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哈。这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变化，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先讲一下这个中心思想，那过去的日本企业一定是大企业为主，不管是 Toyota、Honda、Sony 都是大厂，不管是资本财都是资本财，汽车也好，电器也好。Panasonic 也好，每一个进到公司里面不敢离职，一离职你找不到别的工作。台湾人是说，哦，你好多的经验，哇，你那么多经验加分。你第2个经验、第3个跑那么多公司，是不是人家不喜欢你，不要你？就像人家都听过，日本人早期回家的时候，太太看不起你，你老板一定不喜欢你，所以你要完全为公司负责。以前很忠心，20年前开始他们反中思想，小孩子反对。开始整个在强调3个叫小确幸，台湾跟着日本走，台湾也在走小确幸。20年前开始，台湾的小孩也弱化了。我们以前有经济奇迹，全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创造出来，你相不相信？相信。现在小孩子有新创，给他们新创世界，让他们可以有新创。可是大部分的小孩就没有新创的。我跟你讲，就是对不对？有时候真的已经差异太大，日本差得更大。所以你会发现，过去我们讲过去 timeline 哦，这时间轴，过去呢大企业为主。以高薪要你，大家都不愿意走。只要进到大企业，你就非常有薪水，家里就会很和乐，你知道，晚点陪老板喝个酒，晚点回家喝醉都没关系。那日本文化嘛，到这个居酒屋，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讲小确幸为主用，可是日本人跟台湾又不太一样。日本不太会做小生意，你看到日本去做开公司的日本人反而不少，因为他们的思想很怪，他们喜欢被请，他喜欢做个面包师傅也好，开个小巴士也好，只要不要大公司去。可是自己开企业，他们不敢冒风险，以前都大老板冒，所以小企业开的人很少，那还是要请人的。所以要去请人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不多？每一个都不敢高薪，低薪就可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时薪，用数字说话好不好？日本现在最低薪资是1023到12多，东京最好的地方是121，你除以5，现在不到5，只有200左右。跟各位报告，10年前我刚刚跟日本开做生意的时候。当时是除以3嘛，0.3，那时候汇率是0.3左右哈。我跟各位报告，那时候台湾的最低薪160几，168，日本是台湾将近2倍。3年前疫情中间当那个利差交易，所有的钱流进了美国，他们开始出现了汇率从120贬到160之后除以5，而且他们这个数1除2，台湾反而加薪，在去年底190，现在已到196了，他们1除也是200，差不多。对，我请问一下，以他们那种生活环境，以他们那种这个消费水准，他们消费也低了，没有错。你知道，他们又不敢要求高薪，而台湾小孩100多请的小孩子，你对他不好，他就跑了。日本不敢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已经产生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
很大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您刚刚讲到这个非正规雇佣或者叫做非典型劳动者，到处都是，因为大企业是的不去，小企业又找不到，你低薪就够了，而且薪水就是低，所以 working poor 到处都是。因为我在那里，我感受蛮深的。是，谢谢倪老师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每周